好，潜舰大家的关切哈。那海鲲号第4次潜航啊，那今天早上9点多啊，有在一个无人船叫奋进魔鬼鱼伴随，第一次在有强风骤雨，因为高雄门天气不好，航出高雄港进行第4次的潜航测。我不太懂啊，昨天潜航是第3次，对不对？昨天我们在这边讲的是说要进行2天的这个潜呢，在海里2天，那显然没有2天嘛，所以今天又出港了嘛。哦，那昨天专家是讲说，这个是要是2个礼拜、3个礼拜、4个礼拜不出来的，不是什么出就进来就进来了，不可以这样子。他要看你在水上的耐力有多少，电池的电瓶的电够不够用，呼吸的氧气够不够。呼出来的二氧化碳能不能过滤？所以一定要在水里足够的时间。没有一个潜水艇1天就上来，1天就上来。当然，他现在尝试，但是我昨天看的是说，这次第3次要2天，就显然1天就上来了。哦，那今天又出港了嘛？又出港啊、哦？那到底怎样啊、哦？台船说到底潜了多少？原来说潜50公尺，潜100公尺，潜150公尺。哦，因为越往下水的压力越大。水压是非常大的哈，水压等于深度乘以水的密度，就海水密度又很高啊。那就问台船，到底你潜了多深嘛？告诉我们讲一声。台船说完成了呼吸管深度，呼吸管深度多少呢？啊，呼吸管深度再看看，潜航测试区分为10到20公尺的呼吸管深度，所以换句话说是10到20公尺。不是50，看起来不是50，也不是100，也不是150。好，那6月能不能交船？说台船呢已经列出了3800万的罚款，因为到6月底呢延迟交了，要交3800万的罚款，所以台船看起来呢是希望6月能够交啊。那军事学者也说，哦，现在第4次出海，6月有可能可以交舰啊，但是也要注意了，现在不要因为政治的原因急忙交舰，那里面有些问题解决不了，还是麻烦的啊。那陈正宏说，武器关键的这个装备还是很难，比10年前好一点，也没好很多。10年前就很难了，现在还是很难啊。台船说今年会转亏为盈，为什么会转亏为盈呢？因为海军要给他1000艘无人船，海军要给他1000艘无人船叫他做啊。那另外呢，除了这个以外哈，以后下基地要延长到10天9夜，教育召集原来是5天呢、7天呢，教育召集要14天。全面14天啊、哦，所以呢，这个反正当军人现在比较辛苦了啦啊、哦。那一律14天，没有什么5天7天了哦。甚至以前，我觉得我们现在1天去受个训，受什么训呢？讲了半天，所以你就想说那个脑筋坏了哈，没有远见。那时候叫这些我们被召集的人说，你们要节育啊，不要再生孩子了，2个孩子恰恰好，1个孩子不算少。然后呢，新兵不是新兵哦，我们都已经是少尉了，这受训干嘛？每个人发几个保险套，叫你们回家节育。现在发觉说这是错的，现在没有孩子了，现在没有生小孩，就那个时候的新兵训不是新兵训练，教育召集搞这个。那现在说哦，要变成这个14天了啊、哦。那老共昨天出动14架飞机跟军舰，说呢去年有3764架次来，比前年增加23%啊。那另外呢，顾立雄说呢，中共是想为什么在恩斯兰要把台海当成内海化哦，而且呢麻痹民众心防，为什么习惯了大家就麻了嘛啊，不在意了嘛哈。那另外呢，顾立雄说我们跟北约一样待遇哦，说呢这个武器都会先给我们，今年 M1A2T 可以全数解交啊。那另外呢，这个黄国昌就说，M1A2T 在乌克兰那是平原呢，平原有用。台湾这么多山地，你搞个战车来，到底搞什么？这腹地也很小啊，老美都觉得不适用，但是我们非买不可。我们看一下，人员正在甲板上做出港戒备，不畏强风骤雨，国道前舰原型舰海鲲号6号上午9点再度出海。我看到。在无人船奋进魔鬼鱼伴随之下，缓缓驶出高雄港，也有不少民众与军事迷集结于码头，挥舞国旗，帮海鲲号加油。调教时间大幅缩短，因为前一天海鲲号才刚进行了10个小时的潜航测试，6号再度出海，因为海鲲号正在进行50到100公尺的潜水潜航测试，验证水密性及平衡稳定性，后续还要进行100公尺到最大深度的深水
潜航测试。潜航测试它非常的复杂，也充满危险。目前看起来科目都还蛮顺利的，所以6月要交舰的可能性仍然是有。一旦海鲲号交舰，将能增加我军制海权，但国军也要同步强化演练。国防部长顾立雄又证实，今天开始，陆军各部队开始执行新式兵科基地训练，把过去5天4夜的战术测验拉长到10天9夜，并在7月首度执行联合防御操演，衔接8月10天9夜的汉光40号演习。至于教招部分，原本5天期、7天期的，统统取消，全面实施14天教召，提高频率强度并拉长操演。军方表示，这是汲取美军训测经验。来，委员，我想这个海鲲号潜舰下潜，这个是全国都关注的事情哦。但它到底它的这个续航性，然后以及它的水下它到底维不维持它的安全性，其实是大家所关注的哦。当然，现在民进党政府它采取的是，譬如说每天呢一天一天的去做这个潜航，但它连潜航几公尺都不敢跟大家说。那老实讲，我们不是不支持潜舰国造，我们在乎是它的功能。那它下去包含这个它所谓在水下它声音的这个大小声，也会影响到它的逆中性。以及现在可以下潜，再接下一个是包含这个鱼雷试射哦，然后还有这个声呐的一个完整性等，它是一个全面作战的这样子一个系统，还是要说靠后续的一个这个去检验哈。那民进党政府跟台船现在跟大家讲说，希望在今年6月哦就可以完成所有的这个试航，然后甚至可以让它量产，然后变成接下来有其他的潜舰可以或其他的船可以继续制造。我会觉得其实基本上现在的预算该给都给你了哦。那当然，我们站在保障国军同胞以及我们国的安全的情况之下，还是希望你也不用太急啊，因为老实讲现在都已经正在进行完整你的功能之后，确定它是安全无虞的，而且甚至是它到其他地方潜航的那个时间要拉长之后，当然我们觉得之后再量产才比较重要。那另外这个黄国昌主席讲到 M1A2T 哦，这个战车到底适不适合台湾啊？当然，它号称叫地表最强的这个战车，但它在台湾这种城镇战或者这种腹地比较狭窄的地方，它的吨位比较大，它其实灵活性没那么好。然后所以这被质疑之后，你知道有人开始讲说没有，因为它有这个岸边的打击能力，它可以在岸边呢把它部署之后，在第1级的部分让这个上登陆的共军或者这个敌军，然后在第一线就被歼灭哦。那我们买一个这个不会移动的战车要干嘛？我们当然是需要买一个符合台湾城镇战跟台湾真正需要。当然你说 M1A2T 有没有需要？如果它在这个布局上面，它有需要它的这个攻击力的话，有没有其他替代的武器，或甚至是不要用这样子那么高贵的一个这样子武器放在所谓岸边去做一个其他的替代？我觉得相对比较重要。最后还是要讲整个这个为什么这个讨论这个军事国防这么重要，原因来自于现在。讨论 M1A2T 是不是在台湾，这就是我们在立法院里面需要去监督国防预算一个重点，它是需要经过讨论，而不是今天美国开了一片清单之后，清单告诉我们，然后完全不用讨论，然后按照老美的清单完全的去接受，最后买的所谓的国防，那当然适不适合台湾才是我们真的需要讨论的。来，费伟，我来谈潜舰，我们当然都很希望潜舰真的能够完成这个当然，可不可以潜航，可以潜多深、潜多久是关键之一。还有一个是我们的系统都是杂牌军8国联军这个系统最后的整合我听到很多海军的人讲，这个是一个还有蛮长的一段路要走的当然，我曾经在这边来讲过，我们海军退伍的人，这个将军们他们都乐观其成，希望它能够完成我们也希望这个不管是国防部也好或者是这个台船也好，都认真努力去完成。至于我讲说中美的那个这个台美依照2500亿的那个特别预算我老是在想。你连细项都没有出来，世界上有哪一个国家，我细项没有出来，我就跟你要钱，而且是分8年完成？世界上有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主国家？你美国有没有干过这个事嘛？台湾以前从来没干过这样的事。这里面就2种可能，一个是我不能讲出来，我怕谁知道；还有一个是我根本就不知道我要买什么。他这个预算感觉上住华府的人
有一个人跟我讲，他感觉上就是美国要的，只是美国现在没有想到我3年以后要买什么，我3年以后要在台湾第一岛链要部署什么东西。如果说真的如这样子所说的话，那台湾不就是美国的一个棋子吗？甚至连棋子都不如。不，你赖清德任期只剩下3年了嘛，不是吗？2年，3年2年多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预算怎么可以编8年呢？这没有道理的啊。你最多说在我这个总统任内，我打算买多少东西嘛？你编个8年，你怎么知道下任总统是谁？他有没有他自己的想法？怎么一下编那个空白支票呢？项目都没有，然后就立委问他，好吧，我要20万架无人机，1000架这个无人艇，乱扯一通嘛！你真的乱扯一通啊！你买什么样的无人机？多少钱一架无人机？攻击性还是防御性的？到底是怎样？通通没有啊！需要再回来。台积电在日本，本来说要做6奈米的、7奈米的，突然传出来改3奈米。我们不是说3奈米都在台湾做吗？2奈米都在台湾做吗？在国外都是比较落后的这个进程吗？怎么才去没多久呢？而且2028就要量产了，2月9号熊本就要开董事会了那另外呢，这个魏哲家魏哲家我现在蛮政治的比张忠谋政治很多。这本书一拿出来，高市早苗说下巴都快吓掉了，哇，这会这样子国民党这个委员呢，这个徐玉仁就说，细盾已经有破口了啦，所以护国神山也不再护台了，也不要再讲护国神山，人家把你抢去了啦那行政院说乱讲，说呢国民党说担心高阶制程外移，行政院说不会，海外发展不是要取代台湾，是扩张我们的实力。龚明鑫说，就经济部长说，最多先进的制程海外占比2%而已啦，以前没有嘛，现在最多2%，2%就可能变5%，5%就可能变10%。你看这个进度下去那民进党委员陈冠廷说，让台湾的战略地位更加稳固我们实力外销到外国去那前台积电的研发处长叫杨光磊，前研发处长，他说台积电其实最怕2个风险，一个是美国政府变来变去，一个是战争一打就没了嘛。台积电也没有想要当你们什么细盾我们台积电从来没有想当什么细盾看一下。一见面立刻鞠躬敬礼，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家在台湾时间周4上午10点亲自前往日本首相官邸会面高市早苗。I'm honored to be here to announce a new Gigafactory plan in Kumamoto, Japan. 这一趟魏哲家是来报告有关熊本第2晶圆厂的最新规划。根据读卖新闻报道，台积电为了因应 AI 强劲需求，将大幅升级日本厂生产3奈米先进制程，投资金额上看170亿美元。3奈米先进半导体预计将在2厂生产。高市也强调，日本政府会持续提供协助。これまで台湾に立地が集中していた3ナノレベルの最先端工場が日本に設置することは戦略物資である半導体のグローバルサプライチェーン強靭化や魏哲家也乐观看待，这将为当地半导体供应链带来显著预期效益，并进一步巩固台积电与 Sony 等伙伴的战略合作关系。Most importantly, form a foundation for Japan's AI business. 其实台积电原本要在熊本2厂投资122亿美元，生产6到12、16奈米和22、28奈米制成的半导体，但全球 AI 晶片需求超乎预期，日本政府也考虑增加补助。业界分析，若日本厂确定生产3奈米半导体，不仅有助于台积电分散地缘政治风险，也可能改写日本在全球半导体产业的角色定位。好吧，高市早苗为什么呢？这个惊讶成这个样子，因为魏哲家拿了一本高市的书了。高市说迈向美丽强韧产的国家，我的日本经济这个强韧化计划。高市讲日本，他会拿这书，我帮你达到了，我来盖一个3奈米的厂让日本的半导体能够立刻变成全世界的最先进的半导体所以这个高市早苗呢很惊讶。那这个有学者是说了也
当然台积电走，一方面是美国压力，一方面也是台湾的能源政策了。它 AI 将来需要很多的电嘛，那你现在台湾电现在都已经捉襟见肘了。现在很多工厂，我的了解，我的朋友工程师朋友告诉我，经常就命令人家，今天你减产，明天你只能开5成，后天你停工，为什么？它电不够啊。哦，所以呢，那如果现在传统产业都这样，那这种 AI 产业需要那么大电量怎么办呢？到底要怎么办呢？哦，问题就来，老沈怎么看？魏哲家其实在人他的思维、他的做法上，当然很像黄仁勋的，但是他没有黄仁勋那么厉害。但你看黄仁勋如何周旋在这个中国跟美国的这些领导人之间呢？你听黄仁勋讲，他赶上来了，我可以听到他呼吸的声音，然后呢，他说我们的 H200 可以卖给他，结果准卖给他的话，大单下个不停啊！原来他还落后，他还需要我的单子，但是呢，我要更努力，我卖给他，让他赶没关系，我再努力让他继续赶。这个格局啊，这个其实魏哲家也是同样的想法。我跟你讲哦，他去拍那个高斯的马屁，高斯要听我的话，我讲什么金句你知道吗？我每个礼拜2、3次坐在你旁边，我的金句是美中无事。台海无事，台海无事，日本无事，你知道？我大概是无影堂，我都看到这段最新的节奏。米老虎是吧？我这个老虎系列，我有一天要开展览会。这些都是老虎的。你看这个就是习近平，你看他这个强人手段是温和的，他拍拍他的头，说你要卖武器要谨慎谨慎，慎之又慎。为什么？因为他很凶啊。他逼我们呢，就要买武器，然后呢又出了3个小鬼，共和党2个，民进党1个，民主党跟那个沙利文，非买不可。所以我在想哦，他为什么那个电话选在那个时刻？大陆有一个教授叫金灿荣，他说这个他想的结果说这个是农耕文化的遗绪。为什么那一天是立春呢？所以1年之计在于春。所以我要把整年的计划，我觉得太迂腐了啦。我觉得就是因为什么？因为老美逼我们买武器，逼得太凶了。所以他这一招就是缓解这个东西。那你说我们的年轻人教招延长2个礼拜，我没什么意见，你好好训练，你不要浪费他们的时间。但是问题是我们真的会打仗吗？不会打仗。你看，只要这2只老虎啊旗鼓相当，我们就这一只狐狸精。就有这个周旋的空间了，所以呢，你不要把这些年轻人浪费了他们的2个礼拜，然后等到用得上的时候，他们都已经7老8老，跟我一样老了，对不对？老沈把台湾形容成狐狸精，好吧？那3个议员呢？你是3个议员哈，后来去查了，在选举的时候，雷神那个波音就是军工厂都捐钱给他们，都捐给他们。哦，然后现在查出来，美国有30个国会议员去买这些军工产业的股票，当然不违法了，他也可以买了啊。议员不是不能买，但是好多人在军事委员会呢，好多人都帮这些军工产业讲话呢。这有没有利益冲突的问题啊？我想魏哲家到这个日本去哦，跟高市早苗预告这个面告了，熊本2厂要设立在日本的第一座3奈米量产基地。那当然让日本社会是非常振奋的。然后，但是这个消息传回来台湾社会之后，不可讳言也会有一些焦虑产生哦，就是我们的3奈米外移到底会不会是所谓的这个细盾破窗？但我觉得其实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要分2个层次去看。第一个说这是企业的全球布局，然后不是一种什么所谓的核心掏空。大家知道这个台积电是世界级的产业，所以它不可能只有在台湾生产，这是很现实的事情。那包括美国、包括日本、包括欧洲都在拉拢像这样子的先进制程。那这背后除了有供应链的这个安全问题，当然也有地缘政治的因素考量。那可是公明星就跟大家说哦，即使这个台积电在日本设了产线啊，那海外的先进产能比这个比重最多也会增加个1到2个百分点左右而已。这个判断我不能说它错，因为台积电最这个核心的研发人才跟供应链还在台湾没有错。可是问题就在于我们政府从头到尾都试图用一个不用担心啊，不要想太多，没事，一切都会过去的这样的说法去就带过。可是
人民真的担心的，或者说真正的危机，其实不是在台积电去日本，而是台湾本身的投资能够把这个台湾的投资环境能不能把他们留住，这才是重点。我们之前其实讲过很多次哦，台积电在全球的布局，对台积电这个公司的视角来看，当然是这个风险分散的利多。那所以你看到股价嘛，投资人的信心啦，或者是这个股价都反映在上面，是持续乐观的。可是台积电的本质是一个外资占比过半的企业，那国发基金虽然是我们大股东，可是持股只有占6.4%。那国人持有台积电的股票总数就100多万嘛，所以公司利多、跟国家利多，还有台湾人民利多，这是3件事情。所以政府不能只告诉大家这些开心的好的消息。真正残酷的现实面，你也要讲清楚原因，还有应对政策在哪。那我刚刚说，真正的这个核心危机是什么？台湾的投资环境如果不够理想，包括之前很多企业担心嘛，缺电、缺工、缺土地，还有政策的不确定性跟不连贯性，这些政府如果处理不好，企业一定会去思考怎么样可以分散风险。所以细盾当然不会只靠台积电一家公司就要撑起来了，台湾整个的稳定的制度跟环境，政府当然要做出具体的保障，那关键技术才能够留在台湾，还有这个投资审查的机制、能源的稳定供给，还有人才的政策支持哦。所以细盾药厂政府光喊口号是不够的。就是台积的股东大概70%都是外国人嘛，甚至70%多，而且主要是美国人投资公司等等。所以台积电打哪里其实那个股东也没那么在意啊，哪里能发展到哪里去嘛？但台湾要在意啊，对，这本来是台湾很重要的就业率啦。提高我们的产品的品质，上下游等等，都跟台湾有关嘛。所以台湾的角度，台积电有台积电的立场跟角度，跟它的利益；台湾有台湾的角度、立场跟利益，这两个有的是最好是一样。不一样的时候就要想办法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大家都讲说，哎呀，台积电都自愿出去。但我刚刚讲了，因为台湾现在电不够了，也是事实了。那如果他愿意自愿出去，他以前为什么不出去呢？为什么现在才要出去呢？为什么川普以前不出去呢？为什么川普说加你100%关税才出去呢？那当然是被逼的嘛。台湾固然有些不好了地方，像能源不够，他们有很多好地方啊，工程师很多，很认真啊，对不对？协力厂商，哇，这个一个地震一个台风，立刻就动员去帮他这个善后啊。国外就很难了，不要说美国了，日本都很难了，所以基本上也是被逼的嘛。所以你赖清德政府民进党政府每天讲说好啊，分散国力啊，等等，那通通分散出去算了嘛。那台湾留下什么？需要再回来。